继续南京的赏秋之旅。我个人感觉，北京和南京都是一个非常适合赏秋的城市。一到秋天，北京变成了北平，南京变成了金陵。在北京，我拍了30几集的赏秋之旅，这次在南京其实也拍了10-20集，包括大家推荐过的栖霞山、牛首山、南京博物院、玄武湖、莫愁公园等等，陆续给大家制作播出。这是灵谷景区，先从空中看一看灵谷景区。灵谷景区里现有明代无量殿、灵谷寺、灵谷塔、松风阁等。每到深秋，这里红枫如火，色彩斑斓，万株桂树飘香，景色非常的迷人。登上这个灵谷塔，可以说是观看中山风景区最好的地方，真的是一望无际的红叶和彩林。这里就是灵谷景区，这是中山风景区里面的3大景区。中山风景区的3大景区是明孝陵、中山陵和这个灵谷景区。很多一日游的游客通常会最后选择来这个灵谷景区，那时候都走得非常疲惫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这个景区。其实我第一天游览中山风景区的时候，也是把这个灵谷景区放在了最后一站，但是进去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，而且灵谷寺也关门了，所以后来打算重新来一次这里。进入景区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万公池。据说明朝初建这个灵谷寺的时候，朱元璋曾来此视察，觉得这个寺庙前太空旷了，没有景致，于是立刻调集了1万名的军工，1天的时间就建成了这个水塘，所以叫万公池。看这片湖水四周的红枫多漂亮，这个红枫只要配上山水楼台就特别的漂亮。灵谷胜境，这是景区的红山门，山门上写着灵谷胜境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松树，有块石碑刻着灵谷深松，这里是金陵48景之一。登上前面的台阶，有一个大牌坊，上面写着大仁大义。中山风景区里面的3大景区，包括明孝陵、中山陵和这个灵谷寺，其实都是和陵墓有关。但是中山这边的自然山水实在是太美了，很多人都当作休闲度假或者平时的放松徒步来这里旅游。现在看到的是无量殿，无量殿是明朝朱元璋敕建的，已经有600年历史了。殿内原来供奉的是无量寿佛，加上这座建筑又都是砖石结构，没有用木头，所以俗称无量殿。无量殿前有2棵高大的银杏树。1931年的时候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灵谷寺的旧址上修建了这个阵亡将士公墓，这个无量殿也改建成了公墓的祭堂。来看一看里面的设施，这个砖石结构的无量殿真的非常的庞大，确实没有用一根木头，这是比较少见的。上面全是砖石的拱形的结构。穿过无量殿，前面有一块大草坪，
草坪上种着很多的银杏树，这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。这是桂花吗？花开的时候一定是满园芬芳。相比明孝陵和中山陵，这里游客真的少了很多。景区里有一个著名的灵谷寺，在中轴线的旁边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灵谷寺的前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，被称为银杏王。秋天的时候非常的壮观。中山神木之谷银杏。很多人在这个银杏王前拍照，我也在这里飞了一下无人机。现在来到了灵谷寺。灵谷寺的历史很长，算是南朝古刹。明朝建孝陵的时候，朱元璋下旨把原来的寺庙搬到这里，赐名灵谷寺。灵谷寺号称天下第一禅林，当时规模非常大。现在灵谷寺的规模应该不如以前了。除了大雄宝殿，这里现在还设有玄奘院，里面有玄奘的纪念堂，殿堂里共有玄奘的顶骨舍利。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。参观完灵谷寺，继续返回中轴线。途中经过灵谷寺的素斋馆，这个素斋很便宜，10块钱，也很有名，甚至很多人专门来吃这个素斋。前面看到的是松风阁，以前是个纪念馆，解放后更名为松风阁，很有民族风格的建筑。松风阁的背面就可以看到灵谷塔了，这也算是一条中轴线吧。这个灵谷塔是1933年建成的，当时也是一座纪念塔，现在叫灵谷塔。这个灵谷塔是南京地区最高最美的8面9层宝塔，塔的高度是66米，每层的屋檐都是绿色的琉璃瓦。这条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，秋天非常的美。现在登上台阶儿，去灵谷塔看一下，非常漂亮的塔。塔的中间建有螺旋形的扶梯，一共252级，直接可以登到9层。每一层的塔外都有一个走廊。现在4点半了，很多的游客。基本来灵谷景区的都会登这个塔。登上宝塔后，可以鸟瞰整个中山风景，尤其是深秋时节，整个中山景区真的太美了。